大家傍晚好，今天安迪六要做一个娘惹经典糕之一，很经典的这个是娘惹的。上一季安迪已经做了咖亚，为什么我做咖亚？这一季我要做这一个，因为这一个糕点配那个咖亚是绝配的，很好吃的。这个叫做布鲁达带DAI 布鲁太太 ，OK， 也可以叫做布鲁达干。为什么？因为它要用来压的，要压8个小时以上。好，我要准备的材料就是糯米，我只是做一小盘家庭吃的啦啊，就300g 的糯米。安迪跟你们讲过了，不要再蒸4个小时了，1个小时左右，1个小时多了，超过1个小时就 OK 了啊。然后这个要拿来蒸半个小时。OK， 兰花我准备了50朵，放2汤匙的热水蒸。OK， 兰花你们要蒸的时候记住。这一个头啊，一定要把它拔掉啊！来，我给你们看哈，这个，他们说这一个头有毒的，颜色是没有事的，因为是有人说兰花吃多会有毒嘛，但是一些人说只要把这一个头拔掉就 OK。但是我心里面想，马来西亚娘惹啊，从以前吃到现在啊，我都没有听说过有人中毒了。但是娘惹我们每一个人做糕点的人都会把这一个拔掉的。OK， 就算那些人嘛煮一个兰花饭啊，我们也是把它拔掉的。但是少的话，他们说如果没有超过10朵是没有事的。如果吃这一个的它的梗啊，上面的梗啊 ，OK， 这样把它拔掉了，然后就放进碗里面。OK， 大概有50左右。你们喜欢，因为安迪要做它的颜色很蓝很蓝，所以要用很多的花。其实30左右是 OK。安迪这边大概有50到60朵。然后只是放2汤匙的烧水，然后我就去挤压它。Stop！ 我今天擦指甲油，我发觉到，其实 OK 的啦。每个人讲我，其实人家讲你呢，你是在成长的，是对的。做吃的时候擦指甲油，对不对？那个产品还是吗？啊？产品还不便宜吗？这个是住家事嘛，我都是反正都做给你们吃嘛。可是看的人会很辛苦的，他们看着他们会很痛苦的，知道吗？哎呦，真的都不知道，讲的做到一半的时候，哎呦，原来有擦指甲油。啊？我洗肥皂你都要录啊？我像人家讲你没有洗肥皂啊，也好啦，也好，明白的人是不会这样子讲的。然后椰200g。200多也可以，150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椰浆头来的啊，就是没有掺水的。为什么安迪讲150、200、250都可以？你个人喜欢的，你喜欢椰浆浓浓你就放多多，你喜欢淡，你为了健康不要吃那么多油，你就放150咯，是最好咯。OK， 然后还是放1小茶匙的盐，一点点就好了啊 ，half teaspoon 这样放在这个椰浆里面。安迪不会讲那个华语字，安迪只会讲那个马来字。bangkitkan lemaknya ，OK， 就放做。然后呢，安迪要跟你讲，就是兰花糯米糕，它只是用兰花的而已。然后蒸的时候，我们就会放一点点这个斑斓叶下去蒸。安迪呢就做比较一点点 fusion， 就是有一点点有一个青色的下去，就是用这个斑斓叶。安迪这一次切碎，为什么？因为如果我用破壁机打的话，我要放水，因为我要它很轻很轻的颜色，不然的话我蒸的时候那个青色会变成很浅的色，就好像这个兰花我放2汤匙的水，但是我可以增加很多的兰花下去。但是这个斑斓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要中它的字才会出来，我要用很轻很轻的颜色。好，现在我开始蒸这个糯米啊，300g 的糯米，有放布没有放布无所谓的，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安迪就跟你们讲啊，蒸大概1个小时多就好了。OK， 你们不用怕它蒸过笼怎么样，要放多少水，你们会很辛苦。所以安迪用这一个方法蒸，安迪的水是滚的哈，热了的咯。你看，因为安迪要快呀。有一些人呢，他就会放一点斑斓叶下去一起蒸嘛。安迪不要这样，安迪没有做这一个啦。你们也可以用这一个方法，只是兰花，就是 traditional 的 original 的。就是很古早味的，就是他们这样子蒸，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就放斑斓叶下去，就这样子蒸。然后安迪没有这样子蒸，为什么安迪要做3个颜色的？今天3个颜色的很漂亮的哈。OK， 好了，就这样子蒸它半个小时。OK， 然后安迪来给你们看
安迪要种这个斑斓叶。安迪每次show 给你们看是在桌面上，因为安哥很难录 video， 因为我种的话，我是在地上种的，比较好种，我可以出我那个内功。好，安迪就是这样子放在地上的。来，安迪给你看啊，安迪通常是坐在地上放一块布，啊，这样不会伤到你的地上哦。安迪这一次切得很小块，因为我这边有10片的斑斓叶啊，我要用它的籽啊，我要很轻很轻的籽，所以我就用来种。来，你看啊，安迪种到很碎有的咯，但是你可以看得出的，你看干干的，来，你看，如果我现在这样子挤我就算用我的洪荒之力挤不出汁来的 ，OK？ 安迪怎么样？就是放2汤匙的水，温水，然后挤一挤它，其实1汤匙都可以了啊，看，啊，我就把一直搅。然后过滤，因为很多渣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前一天做，然后你放去雪柜里面让它沉淀哦，你就可以拿得到它青色哦。OK， 可以了，就是这样。来，安迪给你们看哦，我已经蒸了超过半个小时，其实半个小时是 OK 的啊。就算超过半个小时，你也不用怕说蒸过笼啊，不会的，因为安迪只是蒸它。蒸这个糯米才蒸它1个小时而已嘛，不要洗哦，等一下又要再蒸回去哦。你看，它粒粒分明的。也有人说留言说，他妈妈做的话，他们根本都没有，就直接拿去蒸，就直接拿来蒸的，但是会比较干啊，我觉得。虽然我蒸了1个小时，但是它还是粒粒分明，但是还是很干的哦，还是不够软啊，那个水不够啊，水分，所以我就会放这个浓椰浆。浓椰浆里面我有放半茶匙，就一点点的盐就好了啦啊，然后我就放下去，给它吸收这个椰汁、椰奶。也有人直接调在那个糯米，那时候还没有蒸之前啊，直接调这个椰浆就拿去饭包煮，这样煮，像煮饭这样煮也是可以，但是会很油咯啊，很油，然后那个饭。它不分明啊，不一粒粒分明啊，粒粒分明啊，这个安迪也是从错中学习，安迪也试过，就是这样直接拿去饭包煮哦，快嘛，方便嘛，也是好吃啦。但是如果要求不高 ，OK 的，不要像安迪的家里的人，那嘴巴吃到尖了，那牙齿舌头尖了的呢，所以他们吃得出那个米的口感，那个糯米的口感。把它搅匀啊，给它吸收那些椰汁、椰奶。给你看啊，安迪因为要做3个颜色，所以安迪把它分成3份。阿嘎不用说称到很准的。如果你喜欢蓝色多一点，你就弄大份一点哦。因为安迪要做蓝色、青色和白色的，所以我把这一个弄成白色，这个是青色。啊，青色我就是大概2汤匙了哈。安迪阿嘎分的啦，没有关系的这个哈，不用说分到很清楚。OK， 安迪放大概2汤匙的斑斓汁，通常一般呢，他们为了要那个颜色很清，也有人放色素 ，OK 的，就是放一点点罢了啦。所以安迪刚才蒸的时候就没有放斑斓叶咯 ，OK。很多人一些不是说蒸4个小时的，他们蒸8个小时的都有哦。以前的娘子他们蒸到8个小时的啊，可能以前的糯米比较老吧，我觉得。现在的糯米很嫩的哦，很容易绵呐、OK， 这个就是青色的，嘿嘿嘿嘿，安迪又是这样看，懒惰洗手。好，这个是紫色的，安迪给你看啊，紫色的，你看紫色哦，它这样子哈，这个颜色哈，你蒸了起来哦，它的颜色会更深的哈。安迪跟你们讲过，50多2汤匙就可以了。安迪这边是很多的啊，因为安迪收起来放在雪柜冰格那边，把它结冰起来啊。收安迪每一次随时随地要做的时候就直接拿了的 ，OK。安迪天天都做糕点的。你看到它这个这样的蓝啊，等一下煮起来的时候，它的蓝啊更夸张的蓝啊。OK， 如果是说 original 的，就是传统的，刚才那一边蒸的时候，是不是你拿来淋了椰浆，你就把那个糯米全部放下去，然后你就把那个蓝的这样
点缀放就可以了。安迪的，因为我要做3个颜色嘛 ，OK， 然后我又放回去蒸到10分钟。刚才我已经蒸了半个小时，有超过半个小时啦，大概有35到40分钟了。其实半个小时是够了，但是都不怕啊！安迪已经跟你们讲不怕的，就是蒸了1个小时了。而且我也没有叫你们用水蒸啊，你们会很担心说，哎呦，我要放多少的水啊？等一下煮得太软啊。你不用，你就用安迪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放水蒸，就不用怕蒸过头了。诶，你看，蓝蓝的，很漂亮。它不是那种青，那种人哋讲鸭屎青啊、鸭晒漆呀。你看它这个很绿色的，很漂亮的。然后安迪有跟你们讲过哦，你们不要这样就直接拿去蒸哦。安迪有跟你们讲要擦，给它空气流通哦，这样擦一点洞，给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啊。好，这样子拿去蒸到10分钟。OK， 好，谢谢。来，你看啊，安迪就把那个叶子拿来烤一烤它，烤给它软，就容易垫在那个盆的下面。好，烤一烤它，没有就是用烫斗烫一烫它。你要用水汆烫也是可以，安迪懒惰用水汆烫啊，我又要放锅，要放水，要倒掉，我就这样烫，然后我就这样铺在这个盘里面，刚才我放了那个颜色上去了，然后我又再蒸多1到10分钟。但是你们在蒸的时候，你们会担心说怕它不熟啊什么？可以打开盖来看的，可以打开来看盖，你们自己试一下你们要的那个软度、硬度硬度。OK， 给你们看，就是这样了啊。然后安迪要放上去这个盆里。其实我做300 gram 是很少，最好能够做500 gram 啦。如果多人吃700都可以的。安迪只是做一个 example 给你们看啦，因为前几天才做来吃而已，但真的是很好吃，所以我又在拍视频，我就不做多给你们看了咯。好，这样子放，你看我又放青色的一点，就你们自己喜欢放咯，就变成那个颜色会有五颜六色咯。OK， 你放的时候呢，你不要这样子贴上去哦，你把它打开一个洞，挖一个洞放下去如果你不要，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像做9层糕这样，一层白色，一层青色，一层蓝色，就好像9层糕三个的颜色，好像安迪这样呢，就是七彩这样咯，好像讲 rainbow 的 color 这样咯彩虹啊 rainbow。你看安迪把它放平也按压它，按平它 ，OK。如果你们有一个安迪不要安迪懒惰去拿那个东西因为要洗我有香蕉叶，我又是用香蕉叶咯。如果你们有这个是更好哦，用这个来按压咯，很方便哦。安迪懒惰啦，哎呦，安迪真的很懒惰洗碗这样子很漂亮咯。你看按它平咯 ，OK。然後又嚟揼一揼佢 ，OK。平了是不是？你看安迪这边还要一张多一张 extra 香蕉叶所以安迪的盆是7寸的，所以我再拿多一个空的7寸的盆放在上面，给300 gram 做7寸的，很漂亮就一家人这样吃刚刚好不能够跟人家share咯。如果安迪做大盘就可以送给朋友吃然后我拿一个砧板。哇，要这么重安迪是真的。以前的娘子他们做，他们就是拿那些大石头来压的。以前安迪的妈妈他们做也是这样子的，他们用磨米的那个石头OK。安迪觉得这样都不够的砧板，安迪要压到明天早上很香的那个味道一直出来那个椰奶的味道OK， 安迪拿2个中行。安迪給你看咩大佬？你講我嘅中冚足之得休息冇得休息㗎，我用到退休㗎。嘿，你睇隔壁嗰隻，你睇用到呢個鐘用到幾細你知嘛？唔用得咗，又愛買過。呢個都好耐喎，呢個都有10幾年㗎啦。呢個好耐，我睇50-60年都有啦。但係呢個鐘係咪好輕啊？鐘唔到咗 ，OK， 就咁壓住啦，壓到去。8個鐘 ，OK， 搞掂。安迪明天早上8點給你們看，明天早餐
配我的咖呀。好嘞，收拾啊，早上好啊。OK， 现在我打开给你们看。为什么你讲要压到那么紧啊？压得越紧就越好咯，因为你要切嘛，它才不会一直走来走去，它不会摇动，也不会散掉了。这样，我拿上来给你们看。这样子你就可以切咯。啊，你看我拿一个塑料的刀。啊，如果你没有压到它这么紧哦，你切的时候它会散到完的。OK， 这样子。怎么 baby 没有人睬你啊 ？baby 看到我讲话咯，他也不是在讲咯。好，来哈，这个是后面的，因为有一些人要看只是做法，安迪太长期，安迪又要很详细，叫你们又可以做很多的多样化。安迪蒸一笼呢，这一个啊，很烧哦。安迪给你们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做法，就给你们比较方便的。OK， 这个是拜神的小杯，或者你有任何一个很 QQ 的杯都可以的，你就这样子做。你就把这个糯米烧烧的时候，把它压紧实。OK， 这个就你省工咯，你就不用压到8个小时啊哈。OK， 这样子，你就把它倒出来。你可以拿一个碗碟，把它白色到漂漂亮亮哈，去做成，或者你要把那个咖呀挤上去也是可以。安迪就喜欢这样，所以要自己多就自己用。OK， 这个是拜神的小杯。OK， 如果是说做要比较 cute 很多小孩子的，你可以用这个做日本的寿司的，来啊，这个就更好做咯。为什么？因为这个你可以自己挤压嘛 ，OK， 然后你可以要自己做多大的厚度，你看，很漂亮哦。然后它有各式各样的 pattern 的，有熊猫啦，有一个小女孩的脸啦，都有的。然后你做了，你就可以放在碟上面啦 ，OK。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 traditional 的，就是做生意的人也是有做的，因为他们要这样子来压8个小时，太久浪费时间了 ，OK。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就一包，就好像做那个黄姜饭啊，黄姜有3包的黄姜饭啊，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会蒸这个安迪的糯米，你可以做到千变万化的啊，天马行空啊，那个 Mr. Chang 讲啊 ，OK， 这样子。然后你就把咖椰放在上面 ，OK， 然后你就包，像拿西冷玛这样的包法咯 ，OK， 拿西冷玛的包法，安迪包一次给你们看啊，你们不要这样子包哦，这个过来，这个过去，这个刚才过来嘛，这一边就把它反的方向，这个过来，这个过去，但是呢，你这样子包的时候，你会看不到那个糯米嘛，哎，看不到那个咖椰嘛，你就把它撕掉一点点 ，OK， 因为要看到咖椰比较漂亮嘛。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碗是多大 ，OK， 这样子。其实这一碗糯米是太大，能够找一个比较小的碗啊，小个一点就比较好。这样子，这个过来，这个过去，这个就进来反了。如果你们包那个黄姜糯米饭啊那些了嘛，就是这一个包法，美不美？也是一个方法来的，就是你们不要压，好，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安迪要跟你们讲，如果你们真的是压的话是失败，或者你们嫌麻烦，用这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真的是很漂亮啊！就算你们做那个泰国的那个芒果糯米，也是用这一个方法做。安迪改天会做给你们看的哈，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很漂亮？安迪再做一个小女孩喜欢的 QQ 的，这个是 Teddy Bear 的 ，OK？ 以前我拿来做寿司的，这个。哪里都有的买的啦，蛋糕店。OK， 你这样挤呀。这个很容易脱模的，因为它是 plastic， 大力。就算你不大力，你这样子，这边有一个屁股洞，一个 teddy bear。但是它的安迪买这一个可能比较便宜啦，它的那个形状不是很漂亮，看到吗？所以你可以自己放2个眼睛在这边，拿红豆咯，还是你去剪一点点那个给吉呀。也是可以啊，给吉红色的眼睛咯，就这样子了。好，谢谢。这个就是你可以做的款式，或者是你要补救的方法。不要说错了就丢掉，其实 OK 的，没有东西的。就是人的心理就是讲，诺亚糕点啊，不是这样子的，诺亚糕点是这样子的，兰花的。你看安迪的青色都看不到，但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斑斓味嘛。OK， 诺亚的糕点这个是
traditional 的 original 的是这样 fusion 的，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款式的哦，在巴萨外面有人卖这样子的哦。OK， 然后这个是给年轻的小孩子的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做。小孩子当然他们不爱吃这种糕点哦，但是他们看到这种 QQ 的东西，他们又会要咯。然后大人来的话，看到哎呦很 Q 啊，很爽啊，哎为什么你会想到把这个糯米做成这样子？来，我试吃给你们看哈。这个兰花糕呢就是这样子了。牛酿一般人呢，他们就是点咖鸭吃啊，擦那个咖鸭，哪一次？如果你只是这样子吃呢，你就吃到糯米的香味，它很弱，软弱。有斑斓的味道咯，兰花是没有味道，兰花只是颜色而已。配上咖椰就是绝配的，再一杯咖啡，马来西亚咖啡。还有一点，马来西亚的天气很热哦，先跟你们说，夏天的话，因为它是椰浆啊，它很容易酸臭，所以你们压的时候，在8个小时之内，7到8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打开来。如果没有吃的话，要赶快放去雪柜哦，没有会臭酸哦。我一直讲话没有给你吃，他在吵着了。